这一天，皮特出门遛小布，撞见友邻们在玩小黑新买的蹦床。原来最近政府在退个人所得税，小黑退了500美元，退休警察有600多，买了一台液晶曲面大屏彩电。潇洒多金的倭瓜男更是退了将近1000，买了一个能说话的充气娃娃。皮特一瞧，嫉妒的语无伦次，赶紧也去申请退税。说到税务局回信那天，皮特连信都还没拆开，就屁颠儿屁颠儿的向家人们嘚瑟，表示要用这笔钱给家里买一件特别的礼物。梅根想要猫，饺子想要立体声音响。路易斯说干脆咱们修一个游泳池吧。皮特表示赞同，这样他就可以在家里开比基尼派对了。想想就让人流鼻血。一家人满怀期待的打开信，发现上面写着不予通过4个大字儿。皮特跑去税务局询问原因，税务局的人表示他的个人医疗支出太少，再加上工资低，缴的个人税少，所以不够退税资格。皮特久久没有从这个打击中恢复，他扛起铲子，决心自己在后院挖一个游泳池出来。家人们在土坑边站了一排，给他加油鼓劲，不知道会不会挖出小布这件偷买的奖杯。路易斯劝老公说干脆算了，之前没游泳池不一样过日子。皮特笑他头发长见识短，他这样不是为了游泳池，而是为享受不到退税的穷人争口气。就在这时，皮特失手挖断了地下电缆，瞬间整条街的电全停了。友邻们进行到一半的娱乐戛然而止，发出了痛苦的哀嚎，尤其是倭瓜男和新女友的亲密接触。电工修好电缆后，警告皮特他违法了，本城禁止居民私挖游泳池。皮特发出了自由民的呐喊，该死的政府，这不让那不准，这分明是独裁专制。皮特气冲冲地闯进市政府找市长抗议，刚进办公室就被市长偷袭。这狂野的接待方式让皮特大感震惊，市长揍了半天才说不好意思，把他当成地方律师了。既然皮特是屁民，不对，善良的市民，那他这个市长理应好好招待。听了皮特的烦恼，市长在地图上仔细一查，顿时发现了一个非常古怪的事情：皮特家那片土地并不属于元哈镇，甚至不属于米国，是一片独立的土地。皮特震惊了，合着他们一家在这住了12年，还是黑户。市长忽然按下按钮，皮特的脚下出现一个隧道，直通往下水道，是市长平时用来冲走提意见的人的。真解决不了问题，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。幸好皮特一神神镖，救了自己一命。回到家后，皮特说出了自己1天计划，他要建国，在米国境内升起新国旗，定名皮特维亚。这一件事儿上了第2天的都市新闻头条，市政府表示强烈关注，电视台还派遣了记者进行友好外交访问。在现场直播镜头前，路易斯以第1夫人的身份介绍了皮特维亚这个地理位置特殊的超级小国，可以说是麻将虽小，五脏俱全，人们勤奋努力，各有各功。比如太空部门的克瑞斯整天爬树抓月亮，是太空领域的先驱；饺子是战略忽悠局的，兼任外交官，负责对外口水战。至于皮特总统，他目前正在米国进行友好访问，具体地点是大鸟转着酒吧。之前的友邻都变成了国际友人，虽然一群人在一起仍旧是吃喝嫖赌，但他们都揶揄地称皮特为尊敬的总统。酒保很是不满，堂堂一国总统在他店里可欠了不少酒钱。聚会散后，皮特端着酒杯堂而皇之地走在街上，朋友们都劝他别作死，在街上喝酒违反了禁酒令，被警察看到可不得了。皮特冷哼一声，认为米国的法律管不了他，他高兴咋干就咋干。话音未落，他们就撞见一名警察，皮特主动上前挑衅，小黑无奈地骂道：“你是要疯啊！”皮特当场跳起了抖肩舞，有外交豁免权护体，谁敢动他？他拳打南山敬老院，脚踢北海幼儿园，尽情嚣张，尽情嘚瑟。总之一句话，你不能动我。不久，皮特去参加联合国会议，不满在末等席吃灰，当众怒怼理事会会长。会长诚惶诚恐地说：“伟大的皮特维亚总统，需不需要安排一颗卫星，用激光给你挠屁股？”会后在餐厅吃午饭，皮特总统想找人闲聊，结果其他各国总统看到他靠近就跑，摆明了排挤他是个小国。某一的领导人教皮特，在他的国家入侵某科之前，他也屁都不是。现在他已经坐在前3排了，这个事实说明拳头代表真理，想要什么就直接去抢，其他人才会尊重你。皮特一听大受启发，想起了建国的初衷，回去就霸占了退休警察的家庭游泳池，还随便写了份法律文书，以证明他掠夺行径的合法性。米国官方点亮了红灯，声称皮特维亚入侵了本国领土。正在扣死皇帝的新装的总统表示，军事入侵这样的小国会受到联合国的谴责，所以决定对皮特维亚进行政治制裁。第2天，皮特出门发现他的国家边境拉起了铁丝网，米国军方将其重重封锁，任何越过铁丝网的行为都会被视为非法入侵。这场闪电般的军事行为被称为沙漠之蛤。皮特总统一瞧，心里咯噔一声，这回真是太大发了。米国军方切断了皮特维亚境内的水电气供应，在报道中不断渲染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机感，还自己模拟一些交火的声音，企图多撩点战争经费。到了晚上，皮特一家只好用头戴式探灯来勉强照明。皮特和小布一个盯着路易斯的胸，一个盯着他的屁股，光束显眼的很。米国电视台请来专家教授齐聚一堂，热议制裁皮特维亚一事。按照传统，一方支持米国，一方反对入侵。
亲，双方掀起撕逼大战，给电视台赚足了收视率。这时候皮特维亚孤立无援，除了无处消遣的时间，什么都缺。第一夫人只好兼任家庭教师，亲自给克瑞斯和梅根授课。因为没有水洗澡，饺子已经脏得像垃圾堆里刨出来的。米国派出一名女间谍搞渗透，任凭一对巨乳迅速腐化了饺子的战斗意志。一家人没吃没喝，除了皮特总统，所有人都想投降。路易斯说，自从他们受到拷打之后，这是全家人遇到的最严重的危机。收手吧，阿皮，外面全是警察。皮特还在嘴硬说皮特维亚有大把网友，他分分钟就能请这些人来声援。一时间，米国的敌人齐聚一堂，派对开得好不热闹。皮特正在得意，家人们却受不了了，他们要抛弃皮特和维亚，到米国去过正常人的日子。皮特总统一时间众叛亲离，唯有小布对他不离不弃。小布说，开玩笑，比这艰难的局面他不是没遇到过，现在才哪儿跟哪儿。米国不是还没开始轰炸皮特维亚吗？话音未落，外面就传来了米国将军的最后通牒，一发导弹精准地落在了倭瓜男的家里。倭瓜男正在跟新女友聊攒劲儿的话题，一只导弹头表示他比这玩意儿还大。皮特撂下最后一句狠话，我天朝上国绝不屈膝投降。话音刚落，一枚导弹就杵在他的脸上，皮特当即舞起小步当白旗。在双方的调解会议上，皮特维亚并入了米国。皮特提出的种种要求无一不被否决，他连支笔都没捞到，忙活到头除了瞎折腾一无所有。多年以后，皮特维亚建国不到1周就被消灭的事儿，载入了米国史册。